Hello， 观众大家好，我是阿曼米尔姐夫。目前大部分市面上的所谓 AR 眼镜其实都大同小异，主要功能都是投屏，把数码设备画面投放到眼睛前，有一个虚拟大屏，采用一样的 BirdBreath 光学方案，只能在视觉上做些创新。如果想体验到真正的在现实中有虚拟显示和空间交互，有是有，但眼镜的体积会比较大，造型上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的。哇！今天我都收到一份来自 ARNO 的包裹，他们在7月份的发布会上说要打造一款实用又好玩的 AR 眼镜，叫 ARNO A1。现在已经到年底了，花了4个月时间打磨硬件和软件后，究竟能不能做到发布会上画过的饼呢？上手试试才知道啦！马上开箱。只有这个眼镜和戒指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啊？这个品牌叫 ARNO， 后面那个 No 不是 W， 是2个 V， 这个拼写比较特别啊。ARNO 的意思，我猜应该都是用 AR 去理解这个世界吧，应该没有解读错。继续开箱。它这个是戒指托哦。包装里有些什么呢？有一个ARNO 的眼镜盒，眼镜本体就在里面了。能看一下眼镜这几张什么样子吧？1、2、3，去！观众先看，原来是朝下的。它这个是，我这个镜片掉落了。跟其他的投屏眼镜不同，它这个正面是有一个摄像头的，但是它依然是要连接手机才可以操作，而且它很轻啊。我觉得它轻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，就是它采用的光学方案跟其他的投屏眼镜不同。看一下里面这里有什么啊？有说明书、快速开始指南，这个不用看的哦。它里面的东西都挺多的，近视镜片的模板、戒指、电子边镜片，还有这个数据线帮戒指充电的啊，就像这样，看到吗？这个是中号的戒指托，挺有质感哦，不开玩笑。好看耶，这个戒指好看耶，它是用了镀金的材质，所以摸上去特别有质感。这跟其他的 AR 眼镜的戒指不同，试一下戴上去啊，觉得怎样？这个造型好看吗？它需要通电才可以变色的，所以要连接手机。我一连上手机，我前面就马上有画面出现了。不过因为我是近视眼的关系，我需要戴上近视镜片才能看得清的。我们先下载一个 APP， 要 APP 才可以正常使用的。那下载中途，我们先清理一下这个桌面啊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终于搞定 ARNO 的手机 App， 也收到定制的近视镜片了。用了几天后，发现这台 ARNO A1 跟其他的 AR 投屏眼镜确实有点不太一样，有些地方却不得不吐槽一下。今天就分享几个 ARNO A1 的优点和缺点，看看这副眼镜到底适合谁吧。第一个优点必须是眼镜外观设计更合理了。ARNO A1 的重量相比起其他 AR 投屏眼镜会更轻，显示效果可以满足室外佩戴，而且戴上去舒服一些。主要原因是采用了 Micro OLED 加自由曲面光学方案，达到1000尼特的亮度，在大部分场景下都够用了。透过率比 BB 光学方案高，更适合户外场景使用。还有把发热源从眉心位置移到这个小方块上，就算调整了笔托宽度变窄一点，上宽贴住眉心一点，都没有觉得烫，颠覆了传统投屏眼镜的设计。这个小方块还有另一个功能，按一下关闭屏幕显示，能够避免虚拟内容阻挡视线。鼻梁位置有一个100万像素摄像头，听上去规格好像有点费主流哦，其实作用挺大的，后面我会细讲。如果是近视眼的玩家，可以有免费的定制镜片服务，把度数交给客服后，就可以在收到眼镜时同时收到镜片，也可以用包装里的平光镜片自己配镜，加上墨镜片后，整个外观我觉得不会过于夸张，在日常带出外也不至于非常奇怪。你觉得 ARNO A1 外观值多少分呢？5分为满分，把评分打到公屏上吧。第二个优点是软件上真正做到 AR 效果，而不只是一个光影或者游戏投屏器。当我们把手机跟 ARNO A1 用数据线连接起来，并戴上戒指后，选择 AR 空间这功能就可以体验到 AR 加 AI 的能力，把目前手机上的移动互联网生态搬到眼镜上。附近有什么好玩的？例如 AI 旅游助手，我可以问眼镜附近有什么景点啊？根据我问的方法不同 ，A1 会显示1公里到5公里范围内的大众点评信息，列出景点或者商铺评分和推荐菜等等。找到自己想去的景点后，可以打开 AR 导航，用一个直观真实的显示方式把我带到目的地。眼镜上会显示目的地方向、小地图、3D 奖赏街头等等虚拟信息。
同时手机上也会有大地图，这么多提示下，保证不会迷路的。AI 识物可以用一个语音指令让眼睛识别眼前的物品信息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同时结合了淘宝、京东等等平台的资讯，让我更快找到想要买的商品。既然 AirNote A1 用到 AI 大模型，当然也少不了利用 AIGC 创作啦，也是我觉得第3个优点，有更多的可玩性。戴上眼镜后，可以利用摄像头基于眼前的画面直接进行 AI 创作。帮我画画，只要等10秒左右，就可以生成一张2次元动漫风格、具有 3D 效果的 AI 画啦。而且你有没有发现？这张 AI 画还有一个超广角效果，延伸了现实的画面，效果我觉得还不错的。除了动漫风格外，还有梵高、浮世绘、工笔画，总共4种风格可以选。我个人比较喜欢动漫风格，对于各种题材都更泛用一点，看起来更好玩一些。另外3个要看场景和人物了，有时候出来的效果会挺搞笑的。我们还可以把手机里的照片导入到 AR 相册，对照片进行2次创作。AI 生成后可以直接用来发朋友圈或者跟朋友分享，多了一些谈资，也是非常有意思的。说完优点，也有些缺点不得不提啦。首先是这些 AR 效果目前只支持部分型号的手机，而且手机必须要持续亮屏才可以使用。视频的话，眼镜里的虚拟屏幕也会消失。假如我要用来 AR 导航，眼镜和手机上同时有显示，但主要用戒指操控眼镜系统的话，会有点手忙脚乱的。这时候就体现出做一个独立小掌机的重要性。这个掌机不需要屏幕，直接用数据线插到眼镜上就能用，放到裤袋里也不会有污触。AirNote 可以考虑跟进一下的。第2个缺点就是眼镜没有外放了，所有声音只能透过手机发出。我明白 AirNote A1 的定位是让人带出外使用，而不是一台观影设备，但缺少了外放，总觉得有点尴尬。我问了一下官方，他们顾虑的是进推耳机有漏音问题，私密性比较差，而且音效不好。如果用 TWS 无线耳机就能解决这些问题，你会否认可这种说法呢？还有第3个缺点，就是电致变色效果跟预期不同。严格来说也不算缺点吧，可能是一开始我的预期有点高，希望是从全透明状态下按一个按钮，刷一声就变成墨镜状态。但是 AirNote A1 的电致变色有点不同，通透模式下，屏幕显示亮度自动变高，按一下右侧改变墨镜状态会变得有点慢，大概5秒左右会变成有点深蓝的效果，同时亮度会自动降低。但是我在室外时偶尔会因为亮度不够而需要手动调，相对上没有那么方便了。官方的说法是变化时长是基于护眼的产品设计原理缓慢改变，避免强光弱光瞬间变化对眼睛的刺激。好不好这个就因人而异了。我自己觉得要墨镜的话，直接换成墨镜片效果会更好。电致变色镜片只有通透模式下会比较有用，可能 AirNote 也需要更多的用户反馈才可以再优化成最好的使用状态。如果你买了 A1 的话，也可以留言分享一下你的使用体验，让官方看到用户的意见哦。总结一下，我觉得 AirNote A1 确实可以让人把 AR 眼镜带出外，利用真正的 AR 功能做到虚实结合，结合了移动互联网上的资讯放到眼前，还有 AI 大模型的加入，增加了可玩性，改变了过往使用 AR 眼镜只局限于投屏这一个单一功能。如果你的手机型号在 AirNote A1 的适配范围内，我觉得搞一台来体验眼镜上的 AI 功能确实不错的，也希望 AirNote 可以出一台小掌机直插眼镜，让更多人能尝试到这些挺有意思的 AI 功能吧。以上就是本次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如果有其他补充资料，我会在下方评论区留言。喜欢这影片的话，不要忘记点赞和分享，支持一下姐夫，还有订阅我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第一时间接受我的更新通知。姐夫在 B 站以及 YouTube 都有自己的账号哦。这里是长毛 VR 一个集愉快体验，这里是长毛 VR 一个集愉快体验和硬核造成的 XR 爱好者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